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琉璃。暗黑4的第5赛季 PTR 今天凌晨就要开了，在此之前呢，暴雪已经提前将测试服更新到了 1.5.0 版本，所以通过数据挖掘的方式，我们可以提前了解到 PTR 的一部分改动情况。那么这一期视频呢，就是来自窝窝头的数据挖掘，主要包括了各职业的新暗金装备还有威能情况。而除了这些新内容之外呢，部分老暗金也得到了加强。其中也包括稀有暗金，暴雪重做了他们的 UI， 让他们有了尊贵的紫色，而鞍头、祖父和祭坛矛也收获了加强。其中呢，祭坛矛的加强方式是将消灭精英之后获得的祭坛效果持续时间延长到了40秒，鞍头的加强方式是将毒星星的基础伤害提升到了原本的3倍还多。祖父就更变态了，他的特效直接翻倍了，现在他会额外提供200%的爆伤。之前的视频里我说 S5 流血野蛮人会因为流血节点的削弱受到影响，现在看起来是我有点太悲观了，这波主副的加强基本上都补回来了。老实说，这才对得起稀有暗金的身份啊！注意，这一波的暗金改动都是特效的改动，所以呢，等他时装正式服之后，老的暗金也会时装这个加强。当然啊，想要在今天晚上顺利玩到 PTR 的话，稳定的网络环境呢是必不可少的。这里琉璃推荐你使用迅游加速器，它呢不仅可以一键下载免费加速战网，还能同时保证暗黑4的网络顺畅。如果你之前没有用过这个加速器的话，可以在客户端的主页输入口令暗号漏球琉璃，白嫖到3天的加速时长。因为游戏上线 XGP 才入坑的朋友呢，在赛季开始的时候找齐160个莉莉丝祭坛是很头疼的。迅游加速器内置的莉莉丝寻路功能不仅可以帮你在游戏中查看莉莉丝祭坛的分布，还贴心自带了寻路导航，你可以沿着它的路线一步到位点亮所有的莉莉丝祭坛，让之后的开荒更加顺畅。言归正传，接下来是第5赛季新增的暗金装备和传奇威能，我呢会按照全职业通用和各个职业单独的顺序为你带来他们的具体说明。我呢也会简单说明一下这些装备的效果。需要注意的是，以下数据都是挖掘客户端的内容，游戏时装之后很可能与它不符合，不然有的装备就太过强力了。首先是通用的头盔啊，它的效果是浩然增伤并且增加技能的消耗，但它本身也有一个比较高的减耗特效。如果这个装备的文本说明没有错的话，那么就算叠满的能量消耗还是比之前低，而叠满50%增伤就有 125% 的独立了。如果数据属实的话，估计是人手一件的水平了。第二件通用暗金手套就稍微差了一些，它的效果一般是在高压环境生效的，相当于是一个用来防御的攻击部位。而第三个通用项链也同样强力啊，它会根据你当前的资源量来提供暴击和暴击伤害，最多是可以给我们提供 50% 的暴击几率的。那么只要解决浩然的问题，人人都是可以靠它满爆的。词缀方面呢，除了全属性之外，也还是凑合的。通用的暗金鞋效果呢，是释放冷却技能之后会爆炸对周围敌人造成伤害，但它有一个非常逆天的 35% 全抗词条，能太鼓到并且强化到的话，一个鞋子就能解决所有抗性问题了。最后呢，是一把通用的暗金剑，它的词缀是全属性、基础技能等级、基础技能攻速和资源上限，特效是增加基础技能最多 300% 的伤害，但是会让基础技能消耗25点资源。这一把武器需要进行测试才知道强度。如果基础技能本身的资源生成没被移除的话，那么我们是可以通过堆积资源生成或者是堆积资源消耗降低来解决它的蓝耗问题的。而全职业通用的暗金说完了，接下来是威能啊。第5赛季呢，全职业新增了7个通用威能，其中有适合冲程的攻击威能，也有增加持续伤害爆发的攻击威能。防御方面多出了2个自动化威能，一个会让你扣血之后自动释放防御技能，另外一个是扣血一定数值之后免疫伤害。引导获得荆棘的威能用处估计不大，但另外一个自动吸引敌人的威能对于速刷跟打新环境可能会不错。接着呢是野蛮人在第5赛季的2个新暗金跟4个新威能，暗金装备分别是一把剑和一条项链。剑的效果是将武器掌握技能视作核心技能，移除他们的冷却时间，但需要消耗怒气，并且呢会根据技能原本的叠层上限来减少你的怒气消耗。项链的特效是释放钢铁之握，可以缩短钢铁漩涡的冷却，钢铁漩涡击中敌人的时候可以减伤。威能方面新增了2个攻击类威能，其一是让野蛮人在怒气高于40点的时候一直处于狂暴状态，但会每秒损失怒气，另外一个则是使用压制攻击击杀敌人，会在他的位置生成范地重击，持续4秒。此外呢，还有一个根据损失血量减伤的防御威能，以及一个击退敌人后增加移速的机动威能。德鲁伊同样获得了2个暗金和4个威能，暗金手套可以让浩劫的雷电更集中于敌人身上，同时还能让德鲁伊获得无限能量和伤害。词缀方面还算可以，就是它的位置有点尴尬了。另外一把暗金双手杖可以让德鲁伊的大敌技能在首次命中的时候石化敌人并且造成额外伤害。
这把武器有着大地技能攻速和对昏迷敌人暴击率两个比较独特的强力词条。威能方面新增了一个强化狼群的攻击威能，可以让狼群的数量增加3只，并且等级提升。相对的，也增加了一个释放同伴增加移速的威能，以及一个转移自身伤害到同伴身上的防御威能。不过这个威能对召唤德鲁伊最有用的点，应该是让召唤物永远不死这点上。最后的新威能是增加能量恢复的，可以让德鲁伊空蓝瞬间满蓝。死灵法师在第5赛季收获了2个暗金和7个新威能。暗金鞋子的效果是让古牢的范围变大，并且对其中的敌人射出白骨碎片。这些碎片呢，在击中敌人的时候会增加我们的最大精魂。这双鞋子本身还带有骨系技能等级、护甲和古牢冷却减少的词缀，属于是相当优秀的词缀组合了。另外一把匕首则是让死灵在消耗尸体的时候可以创造自动追踪敌人的骷髅，这个骷髅在死亡的时候会自爆造成伤害，同时也会被视作害术技能。威能方面死灵获得了3个机动威能，其一可以让血雾状态的死灵闪避，并且提升闪避距离；其二是让释放傀儡主动技能之后，死灵跟傀儡都不可阻挡且移速提升；其三是让挥斩变成位移技能，不再耗蓝，但是需有冷却。攻击类威能同样也有3个，其一是让死灵或者召唤物造成伤害提高，但需要消耗额外的精魂作为代价；其二是骨灵会在古牢内爆炸，并且骨灵呢会自动追踪古牢内的敌人；其三是召唤物每秒对周围的敌人造成暗影伤害。最后还有一个新的通用威能，它能让死灵自动对身边的敌人释放衰老和铁处女，被这种方式诅咒的敌人还会每隔几秒对周围的敌人自动释放这2种诅咒。游侠在新版本得到了2个新暗金和8个新威能。新暗金衣服可以让游侠在主动释放暗影帷幕之后获得3秒的免疫效果，但是呢也会增加游侠的闪避冷却。如果你在有帷幕激活的状态下闪避，还能释放暗影爆炸并且吸引敌人。这件衣服的词缀比较特殊，它具有帷幕等级、闪避后移速增加、非物理伤害和极高的暗影抗性。另外一把暗金匕首的效果为释放鬼灾类技能，可以生成一个敌人的暗影复制体，你对它造成的伤害会按照 30% 的比例传递到周围敌人身上。这种复制体呢，一共可以存在2个。威能方面大部分都是攻击类威能，其一为烟雾手雷会概率制造剑触风暴，同时让剑触风暴自动施加异伤；其二为对被心眼标记的敌人额外造成 100% 的暴击伤害；其三为快刀乱刺的伤害提高，并且概率昏迷敌人；其四为敏捷和诡诈技能的等级提升3级；其五为基础技能现在永远带有冰冷灌注，并且会让你对被冰冷或者冻结的敌人伤害提高。机动类新增了一个喝药加速并且移动生成药水的威能，而资源类呢新增了一个使用机动技能攻击敌人时概率完全恢复能量，并且提升你的最大能量值的威能。通用类新增了一个将铁蒺藜视作神射手技能，并且持续时间内射出大量匕首对其中敌人施加异伤的威能。法师在第5赛季也获得了2个暗金和8个威能。新的暗金裤子可以让连锁闪电围绕法师，并且自动攻击附近敌人，积累一定次数之后爆炸造成伤害。它的词缀也比较不错，带有高额的资源生成、额外连锁闪电的几率、伤害减少以及连锁闪电等级。新的暗金双手杖可以让法师的核心技能发射2枚基础火焰弹、冰霜弹或者电花，具体发射的啥呢？看的是最近法师使用的非核心技能的元素种类。而法师得到的威能里攻击类也比较多，其一是点燃敌人时额外造成伤害的威能，这个威能伤害被视作爆炎技能；其二是自动电击附近敌人的威能，这个伤害也被视作电冲类的威能；其三是命中首领或者被群控敌人时，连锁闪电有概率弹射，并且会更优先弹射这些敌人；而其次则是冻结敌人时对他们造成额外伤害，这个效果呢也会被视作寒霜类的技能。通用方面也有2个新威能，其一是免费获取火焰护盾的附魔效果，并且在火焰护盾激活的时候产生陨石流星；其二是释放技能时概率缩减终极技能的冷却2秒，不过每次释放最多只有1次效果。资源方面多了一个释放爆炎、电冲或者寒霜技能，可以让法力恢复速度提高 20%， 3种叠满之后呢，综合增加到最多120的新威能。不过最大奖励只会持续10秒之后就要重新叠成了。机动方面多了一个加移速的威能，并且呢会根据最近防御技能使用最多增加 30% 的移速。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正在准备午睡的琉璃啊，就让我们今晚 PTR 再见吧。